当地时间4号，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型潜艇长鲸号下水。长鲸号属于大鲸级，为何它被称为是准核潜艇？与前代潜艇相比，都有哪些技术提升？日本推出8年造8艘的计划，来配合正在进行的海自改革。日本还计划给常规潜艇安装垂直发射系统，又暴露出怎样的野心？来看报道。 当地时间4号，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型潜艇命名及下水仪式在位于日本神户市的三菱重工造船所举行。该潜艇定名为长鲸，意为巨大的鲸鱼。长鲸号是大鲸级潜艇的第5艘舰，全长84米，全宽9.1米，最快水下航速20节，标准排水量约为3000吨，吨位超过法国红宝石级核潜艇。 长鲸号搭载船员约70人，投入建造费约68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2亿元。该舰于2022年4月开始建造，此次下水后将陆续进行伪装和各类测试，计划于2026年3月正式入列服役。长龙级的 AIP 系统的话，虽然改过了，但是的话，总之还是不完善。一个是水下续航力不太够，在当前技术还没有阶段性突破的情况下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加排水量，反正把这个潜艇弄做得大一点的话，它 在水下那个持续航行时间就长一点，那么其他的东西的话，就是包括鱼雷和武器系统，还有那个作战指挥系统的话，跟苍龙级的话是大致一脉相承的。 大鲸级潜艇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常规潜艇之一，从2022年开始陆续服役。 按照计划，海自将在8年中每年接收1艘。从外观上看，大鲸级与此前的苍龙级潜艇基本相同，但对敌舰探测能力和隐蔽性进一步提高。实现这一点的具体方式包括采用了强度更高的钢材建造，以提升潜艇的抗压强度；优化艇身消声瓦，以提高潜艇静音能力；加大声纳阵列面积，以提高探测能力。 此外，最关键的是重新设计动力系统，完全取消了苍龙级的斯特林发动机，采用新型大马力柴油发动机和锂离子电池组合的柴油电力推进方式，提高充电速度的同时，确保长时间潜航能力。由于这一技术也经常为核潜艇所用，外界据此认为大鲸级潜艇距核潜艇只差一座反应堆，因此也有媒体称为准核潜艇。受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不能发展与核有关的战略进攻性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锂电池技术的应用，大鲸级潜艇是全世界第一个完全使用锂电池的潜艇。由于能量密度比传统的铅酸电池高3倍，锂电池的使用节约了潜艇内部的空间，可搭载更多武器。此外，也大大提升了其水下潜航的时间，可超过1个月。外界注意到，近年来日本正加速推进其潜艇力量建设。 去年底，日本2大潜艇制造军工商之一川崎重工集团发布2030年度愿景报告，其中公布了日本下一代常规潜艇设计方案，旨在取代其现役最先进的大鲸级潜艇。根据川崎重工提供的概念图，新型潜艇的艇体外形与大鲸级相比改动较大，融入了新型设计理念和关键技术。 除继续采用大鲸级潜艇成熟的浮筏降噪、消声瓦降噪等技术外，还采用停手水平舵取代剑桥水平舵等设计，进一步降低水下航行噪声。再加上川崎重工研制的大马力柴油发动机，新型潜艇在动力系统和隐蔽性方面将会有较大提升。 有分析指出，日本下一代潜艇性能上最大的突破在于攻击能力的提升。根据日方公布的设计方案，新型潜艇计划加装先进的美制 Mk41垂直发射系统。该系统装有8单元发射模块，能发射各类型号的导弹，其中就包括日本将在2025年采购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配合其自研的升级版12式陆基反舰导弹。日本潜艇将具备前所未有的远程反舰能力和远程对陆打击能力，其综合作战性能将出现质的变化。这也意味着日本海自的潜艇部队将彻底撕下防御的伪装，转变为进攻性水下力量。它这种垂直导弹发射装置的话，很可能是与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垂发系统通用的。这意味着呢，一个是首先肯定这个潜艇本身的这个进攻能力会增强，因为专用的垂发这个装置的话，它的这个发射频率或者是装载导弹的通用性的话，都跟这个鱼雷发射管发射的这个巡航导弹的话，要好很多。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说，这证明的话，美国跟日本这个海军技术方面，就是进一步的这个深度绑定。就是说话，他们2个国家的这个潜艇或者说是整个海军装备系统的话，就是越来越通用化和越来越一体化。
时事评论员蓝云认为，从清朝级到苍龙级再到大鲸级，日本海自潜艇的机动性、隐蔽性和攻击能力等综合性能一直保持相对先进地位，凸显其迫切希望拉开与对手的差距，加速提升水下作战能力的意图。日本的水下舰队也潜艇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这意味着的话，它每下水一艘、新服役一艘潜艇的话，那么海自就要退役一艘比较老的潜艇，淘汰这个速度很快。有些潜艇艇龄还不到20年，在别的国家可能还正是当打之年的时候，日本的话就已经把它退居二线了。但是由于它的更新换代速度很快，所以话它的这个技术水平是在世界上可能算是潜艇的这个平均艇龄是最短的。所以的话这一方面它的战斗力或者说是作战能力是不可小视的。另有观察指，在扩张性防卫政策下，日本加快推进潜艇建设的动作，沿袭了日本海上自卫队改革的思路。今年9月初，日本防卫省宣布了一项涉及日本海上力量组织结构调整的重大改革计划，称之为海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兵力重组，将不同类型的舰艇重新编排为全新的作战群，模仿美国航母战斗群的意味明显。实际上，日本海自战斗群的核心分别为一艘所谓直升机驱逐舰，经过甲板加装隔热层等改装后，这些直升机驱逐舰可搭载垂直起降的 F-35B， 被认为是准航母。日本防卫省没有公布海自战斗群的潜艇配置情况，但参照美军做法，每个战斗群将配有1到2艘攻击型潜艇。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的新版安保3文件规定了2战后日本最大规模的强军扩武政策路线，其中多项内容涉及让日本拥有对敌反击能力。近年来，日本政府配合美国升级同盟关系，以小步快跑的方式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限制，加速发展进攻性军事力，谋求从政治大国向军事大国的转变。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也在上任前表示，应该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纠正日美同盟的不对称性，让日本自卫队驻扎美国关岛。分析认为，其目标是将日美关系升级为与英美关系类似的对等同盟关系，由美主日从向相互联动转变，这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不可忽视的安全威胁，值得周边国家高度警惕。这种改革的话，这意味着的话是日本这个海上力量，那么以后会是具有一个远程部署能力和作战能力的一个完全具备进攻能力的一个东西。至于它日本会不会用这个自卫队来作为一个进攻用途的话，这取决于日本高层的这个意志了。然而，就在日本政府大力推动海自改革之际，海自本身却频频爆出丑闻。据日本媒体今年7月初披露，负责12艘潜艇制造和维修的军工集团川崎重工被爆出与日本海自存在长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队员，甚至连游戏机也被列入行贿事项。再加上此前日本海自还牵涉冒领潜水津贴、非法处理机密信息等问题。此事导致日本海自最高长官幕僚长久井良引咎辞职，而涉事的川崎重工正是大鲸级潜艇的承办商之一。